众闻声，江宗主忍不可忍，终于踹开了门，层层帷幔因风而起，烛火闪烁，隐约可见床榻之上凸起一块，应是一人，坐着一个，应是另一人。江澄怒吼：“魏无羡！”突然这么一惊，连韩光君仅提供过他一人的暗达摩也被打断，探出一颗头，不耐烦道：“干嘛？”江澄指着床：“你们两个在作甚？”魏无羡不解：“暗达摩呀，怎么？何事？”暗达摩。门还大敞着，又是一阵凉风袭来，连被蓝忘机细细拉好的最后一层幔帐也被掀开，正行不可描述之事的魏公子与韩光君彻底暴露在众人面前，衣衫完好，他们出去时是什么样，进来时依旧是什么样。蓝忘机眉毛拧成一团，嘴角微微下垂。往日周身缭绕不散的寒气更盛，扯过棉被将魏无羡裹上，不悦地望着突然闯进来的一帮人，将门生盯得心里发毛，自觉去反思自己到底做错了何事。魏无羡迷惑：“到底何事？你们那是什么表情？”江澄僵着脸无视。门生们顶着韩光君的压力，也摇头无视。魏公子您好好休息。说罢，江澄又领着一帮子人浩浩荡荡地离去。临了走在最末的那名门生又贴心地替两人带上了门。魏无羡扭头去给蓝忘机解释，尽力维护莲花坞在韩光君心中的形象蓝湛：“你别怕，江澄这人惯会小题大做的，平日里便一惊一乍，吓到了吧？”江澄是何意？魏无羡没看出来，蓝忘机心里明镜似的，却并未声张，点点头，继续手上的动作，将他按得昏昏沉沉睡去，才轻轻将人翻了个身，掩好被角，自己也拢紧衣领，规规矩矩在旁边躺下，却如前2日一般，依旧无眠。魏无羡40睁眼，摸到身旁没了人，迷迷糊糊地想着应是泽无君来接了，暗骂自己马虎，怎忘了将江澄昨日的话说与蓝忘机，如他们这般整日折腾，倒不如按江澄说的，暂且将蓝忘机留在莲花坞，也好过他每日重伤。边想边起身，头往床榻之外探去，却在自己房中那几乎是个摆设的书桌之上看见了方才所想之人。魏无羡叫道：“蓝湛！”蓝忘机闻声抬头，起身过来扶他，嘴上也嘱咐着小心些。魏无羡问：“泽无君未来接你吗？”蓝忘机道：“兄长昨日便说此事无常，又不知何解，若再发生，便要我暂留莲花坞。”魏无羡也道：“那可真是巧了，昨日江澄也是如此说的，估摸他们2人都被我们俩闹烦了吧？”看着外面日头正好，他又拿着笛子敲敲头，感叹道：“只可惜你来的不是时候，若是夏日，我便能带你采莲蓬了。”蓝忘机道：“未必。”魏无羡道：“也对，如今我是当真不敢放你回去了，你回云深不知处是要砸我的。那今日我便带你好好玩一玩。”本以为蓝忘机应该如以前那般拒绝，谁想他毫不犹豫，点头应是好。这回轮到魏无羡愣住了。蓝忘机又道：“不过要先行拜访温姑娘。”魏无羡：“蓝忘机道：“你的腰伤不能拖。射日之争过后，温情携他的族人被云梦江氏看押，也不再修炼灵力，反而开了家医馆，辟了几块地，农桑牧渔，日子过得倒是比当年岐山温氏鼎盛时期还要快活。温宁在医馆给姐姐打下手，魏无羡闲来无事时，也会跑来招猫一番。斗狗就不必了，他也没这个胆儿。近日由于半夜总是挨砸，早晨起得晚，又被事务缠身，因此来的少了。当他掀开帘子，坐在桌边端着杯热茶取暖之时，温情这时愣了一下。魏无羡进来的姿势实在不怎么雅观，虽说蓝忘机昨夜的暗达摩还算舒服，可到底是被一个大男人半夜出其不意，实实在在被砸了2次半，光那一会儿的抢救根本顶不住，他靠蓝忘机搀着，嘚嘚瑟瑟的犹如风中残烛一般，进了医馆又是那般熟练的缩脖喝茶，生生将自己活成了耄耋之年的老头子。温情，他看了一眼蓝忘机，不确定自己是否眼花，方才这位韩光君似乎是揽着魏无羡的腰进来，又扶他坐下的，无论如何，这姿势也太过暧昧，而韩光君脸上是怎么也看不出其他表情的，无法，温情只得转向魏无羡，问今日怎么有空来了，又闲了？魏无羡道：“不是，晴姐，你看我这像是没事的样吗？”一边的温宁憨憨的摇头：“不像。”
魏公子你受伤了。蓝忘机再替魏无羡倒了一杯热茶，又吹了吹，才递到他嘴边。觉得自己好像看出点什么来的温宁，已经看出了什么的温情，魏无羡并未察觉异样，笑道：“嘿嘿，晴姐，帮我看看我这腰。”温情僵着脸问：“怎么，肾达虚了？”魏无羡、蓝忘机、温宁虽说韩光君每日半夜都要掉下来砸到魏公子身上这件事有些离谱，但温情查看魏无羡伤情时，确认了此乃重物所砸而成的外伤，而并非肾达虚，才勉强信了魏无羡的话。温情看着他的老腰，陷入沉思，而后缓缓与蓝忘机道：“你这砸得不轻啊。”